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会议室里气压紧张，李副总突然将手中的文件狠狠摔在桌上，纸张瞬间散落一地，发出哗啦一声巨响。他双眼喷火，死死地盯着我，我神色镇定，微微扬起下巴，目光沉稳地与他对视，没有丝毫退缩。李副总率先打破沉默：“你这方案简直就是异想天开，完全脱离实际，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。公司投入这么多资源，要是按你这套来，迟早得被拖垮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力挥舞着手臂，唾沫星子四溅。“李副总，我理解您会有这样的担忧，但这个方案并非凭空想象，而是基于大量的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得出的。目前行业正在快速变革，如果我们不主动求变，抓住这次转型的机会，未来只会被市场无情淘汰。”会议室里其他同事们大气都不敢出，纷纷低下头，假装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文件，实则竖起耳朵，紧张地听着我们的对话。李副总冷笑一声，满脸不屑：“市场调研、数据分析，别拿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糊弄我。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，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你这套所谓的创新，不过是在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。”李副总，经验固然重要，但时代在变，市场在变，我们不能总是用老眼光看问题。这个方案虽然有一定的风险，但风险与机遇并存。如果我们能成功实施，公司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，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。李副总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：“机遇？我看是危机还差不多。你这是要把公司往火坑里推，我绝不同意这个方案通过，必须马上停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”李副总，我尊重您的意见，但这个方案关系到公司的未来走向，不能仅仅因为您的个人判断就轻易否定。我建议我们可以组织一次更深入的讨论，邀请行业专家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参与，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估这个方案的可行性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总经理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缓缓开口：“两位先消消气，鹏鹏的方案有他的想法和依据，李副总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这样吧，就按鹏鹏说的，组织一次全面的讨论，让大家都发表意见，我们再根据讨论结果做出决策。”随着总经理的话音落下，会议室里紧张的气氛终于稍稍缓和了一些，但每个人都知道，这场关于方案去留的争论远没有结束。我叫鹏鹏，今年35岁，1.77米的个子，往人堆里一站，不扎眼，但也不会让人轻易忽略。要说最明显的标志，就是我那副黑框眼镜，度数不深，可我总把它擦得锃亮。妻子常说，我戴眼镜那模样，透着股书生气，像学者。可能就因为这气质，在技术圈里，我还算有点威信。我在这家科技公司当技术总监，一做就是5年。办公室在23楼，靠窗，工作累了，我就站到落地窗前，瞧着楼下人来人往，心里琢磨着他们各自的故事。墙上挂着几张技术认证证书，还有一张和团队拿技术创新奖的合影。照片里大家都笑得灿烂，那是2年前的事儿了。5年前，我刚从一家小公司的架构师岗位离职，就跳槽到了这儿。面试那天，我穿了套新买的深蓝色西装，第一次打领带，手笨，在镜子前试了3次才满意。
妻子站在旁边，眼里满是鼓励。小鹏啊，听说你之前在创业公司做架构师，当时面试我的 CEO 张总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好，5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梳得整整齐齐，眼神里透着精明，又不失真诚。他办公室挺大，可布置得简单，没那种暴发户的奢华劲儿。对，张总，我设计的电商系统帮公司3年营收涨了500%。我拿出准备好的项目资料，每一页都精心排了版。张总戴上老花镜，认真翻看，时不时点头。好，就缺你这样的技术人才。他放下资料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跟你保证，只要你能把公司技术水平提上去，薪资待遇绝对不亏待你。那时的张总眼神里满是对技术的敬畏，对未来也充满憧憬。他说话诚恳，没那种老板居高临下的架势。我被他的诚意打动，当场就决定留下好好干。第1年，我简直跟拼命三郎似的，重构整个系统架构，那可是个大工程。从底层数据库优化到前端用户界面，每个模块我都得亲自设计、检查。那阵子，我办公桌上永远堆着一摞技术文档，电脑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代码。咖啡杯成了我最好的伙伴，一天得喝7、8杯才能保持清醒。团队里的程序员都说我工作狂，确实，我经常在公司待到凌晨2、3点，有时候干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过夜。鹏哥，您这样下去，身体可吃不消啊！我的助手小玉经常这么劝我。她是个细心姑娘，25、6岁，刚大学毕业不久。每次看我加班到很晚，她都会主动留下来帮忙，哪怕我让她回去休息。现在多吃点苦，以后就轻松了。我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疲惫的眼睛。等这套系统稳定运行，咱们就能专心做新项目了。小玉点点头，给我泡了杯新茶，茶香袅袅，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温馨。第2年，我们的努力开始见成效。系统运行第1个月，客户满意度就提升了60%，到年底，这个数字达到了80%。系统响应速度比以前快了10倍，用户投诉几乎没了。张总在年会上专门提到了我的贡献，今年公司能有这业绩，彭总监功不可没。他站在台上，指着台下的我，脸上满是骄傲。大家鼓掌，掌声雷动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涌起前所未有的成就感，所有的疲惫和付出，在这一刻都值了。我站起身，向大家鞠了一躬，心里暖乎乎的。第3年，公司开始接到大单子，好多知名企业都指明要我们的技术方案。我记得第1个大客户是家跨国公司，他们的 CTO 专程飞过来谈合作。我们听说了您设计的系统，性能指标让人印象深刻。那位 CTO 是个外国人，口音重，但态度认真。谢谢，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不，我们调查过，这套架构的核心思想是您的，您是个天才，被国际同行认可，那种感觉真奇妙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的技术能力得到了真正的验证。我的团队也从最初的5个人扩展到了20多人，每个新来的程序员，我都会亲自面试、培训。我希望他们不只是会写代码，更要理解技术的本质。可变化也在悄悄发生。第3年下半年，公司来了个新副总，叫李青。李青45岁，个子不高，有点发福，总是穿着价格昂贵的西装。他头发用发胶固定的一丝不乱，眼神锐利化，爱用手势，跟个演讲家似的。听说他是张总的大学同学，
学市场营销出身，在另一家公司做过销售总监，业绩挺不错。他一来就开始对我们技术部指手画脚。彭总监，我觉得你们开发周期太长了。他站在我办公桌前，双手撑着桌子，身体前倾，想给我点压迫感。可我没被他的气势影响，依然平静地看着电脑屏幕。客户等不起啊，市场变化这么快，咱们产品推出慢了，就被竞争对手抢先了。李副总，软件开发有它的规律。我转过身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欲速则不达。要是为了赶进度，降低质量标准，最后受损的还是公司声誉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咱们不能总是慢人一步。他语气变得不耐烦。你看那些互联网公司，一个月就能上线一个新功能，那些公司的产品和咱们不一样。咱们做的是企业级应用，对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更高。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周都要上演一次。李副总总是找各种理由催我们加快进度，却从不关心技术实现的难度。每次谈话，我都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急躁，还有对技术工作的不理解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他开始在张总面前说我的坏话。这些消息是小玉无意中听到的。那天下午，他去张总办公室送文件，正好听到他们在谈话。张总，我觉得彭总监太保守了。李副总的声音从办公室门里传出来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那套老旧的开发模式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张总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我认识几个海归技术专家，都是国外大厂出来的，思维更活跃，速度更快。也许咱们该引进些新鲜血液。小玉回来跟我说这些时，脸色很难看。彭总，我觉得那个李副总对您有意见，他好像在挑拨您和张总的关系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心里涌起一阵不安，但我努力让自己表面平静。没关系，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可我心里其实已经开始警觉了。职场如战场，这话我早就明白。有些人表面和气，背后却使坏。李副总的到来打破了我们技术部原有的平静。第4年，冲突开始明显起来。李副总开始频繁质疑我的技术决策，甚至在团队会议上公开反对我的方案。那是一个周二下午，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会议桌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我正在给团队介绍新项目的技术架构，李副总突然打断我：“彭总监，你这个数据库设计太复杂了。”他的声音很突兀，打破了会议室里专注的氛围。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他，眼神里满是疑惑。咱们为什么不用现成的云服务？这样既节省成本，又提高效率。我停下讲解，看着他。他坐在会议桌另一端，双臂抱胸，脸上带着挑衅。因为咱们的业务场景特殊，云服务无法满足咱们的个性化需求，而且数据安全性也是个问题。数据安全，他嗤笑一声。现在哪家云服务商没有安全保障？阿里云、腾讯云，人家的安全级别比咱们自己搭建的高多了。我看你就是不愿意接受新事物。会议室里的温度好像降了几度，我能感觉到团队成员们紧张的情绪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直接的冲突。李副总，注意你的措辞。我声音变得冷淡。我做技术10年了，什么是新事物，什么是噱头，我还是能分辨的。10年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那更说明你的思维已经固化了。现在的技术发展这么快，10年前的经验还有多少价值？那一刻，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。
我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，血液在血管里快速流动。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争论，而是一场权力的较量。后来，李副总开始在我的团队里安插他的人，他手法很巧妙，从不直接挖人，而是通过各种机会接触我的团队成员，然后慢慢给他们洗脑。最先被拉拢的是小明。我最得力的架构是，小明是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，28岁，清华计算机系毕业，技术能力强，学习能力也快。小明，你真的要去市场部吗？我找他单独谈话时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这个平时很自信的年轻人，现在显得很局促。彭总，不是我想走，是李副总说可以给我更好的发展机会。他声音很小，像是在为自己的背叛找理由。更好的发展机会，在市场部。他说可以让我接触到更多的前沿技术，还有机会去国外交流。小明，你跟了我3年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他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彭总，您对我确实很好，但是李副总说技术部可能要重组。我心里一沉。他说公司准备引进外部技术团队，到时候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技术人员了。他建议我早点做准备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这不是简单的人事调动，而是一场针对我的夺权行动。李副总正在用最卑鄙的手段，一点一点瓦解我的团队。小明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空，城市的灯光开始闪烁，像无数只眼睛在注视着我。我想起了5年前张总对我的承诺，想起了那些加班到深夜的日子，想起了团队获奖时的喜悦，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变味。冬天的第一场雪铺天盖地地砸下来，我站在办公室那扇大大的落地窗前，望着楼下那些脚步匆匆的行人，雪花跟疯了似的，一个劲儿地飘。没一会儿，大地就全白了。可我这心里啊，就跟这鬼天气一样，阴沉沉的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彭总，张总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。小玉推开门，急匆匆地走进来，脸上带着几分紧张。他脸上还挂着外面的寒气，看样子刚从外面回来没多久。知道啥事儿不太清楚，不过李副总也在。他压低声音凑到我跟前，我感觉气氛不太对劲儿。我点点头，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。不管遇到啥事儿，我都得保持冷静和专业，这是我这多年来养成的习惯，也是我在职场上能站稳脚跟的根本。张总的办公室在顶楼，装修的那叫一个豪华，真皮沙发软乎乎的，实木书柜散发着淡淡的木香，墙上还挂着几幅据说价值不菲的名画。可今天，这些平时看着让人心里舒坦的装饰，却让我觉得压抑得慌，心里沉甸甸的。李副总已经坐在那儿了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脸上挂着那得意洋洋的笑容。他看到我进来，故意慢悠悠地整理起文件，动作夸张得很，就像在炫耀啥宝贝战利品似的。小鹏来了，坐吧。张总指了指沙发，可他的声音听起来跟平时完全不一样，少了那种温暖和亲切，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味道。张总，您找我啥事儿？我坐下后，习惯性地开始观察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。张总看起来有点疲惫，眼睛里的光也没以前亮了。李副总则兴奋得不行，就像刚打了胜仗的将军，得意的都快飘起来了。是这样，公司最近接了个大项目。张总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，客户要求3个月内交付，时间紧得很。我和李副总商量了一下，
觉得得调整调整技术部的工作方式，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。调整工作方式这几个字，在职场上通常都不是啥好兆头。李副总接过话茬，声音里那得意劲儿都快藏不住了。彭总监，这个项目确实挺急的，我们打算引进一些外部的技术力量，组成联合开发团队。外部技术力量，我挑了挑眉毛，努力让自己语调保持平静。没错，我有几个朋友在海外那些知名科技公司工作。李副总放下文件，身体往前倾了倾。他们开发效率可高了，还熟悉国际先进的技术标准。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学习机会。他这话就像一记重拳，狠狠地打在我胸口。所谓的学习机会，分明就是在质疑我和我团队的能力。李副总，您对我们现有团队的技术水平有啥不满吗？我的声音变得冷淡起来，但还是保持着专业的礼貌。不是不满，是觉得得提升提升。他摆了摆手，装出一副很宽容的样子。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咱们可不能闭门造车，多接触接触外面的先进理念，对公司发展有好处。张总在一旁点头，可我能看出来他心里在犹豫。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，这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。小鹏，我知道你能力很强，这一点从来没人质疑过。张总的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，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多几个帮手也不是啥坏事。张总，您要是对我有啥意见，直接说就行。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但别质疑我团队的专业能力。李副总冷笑了一声，这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。彭总监，您这话可就有问题了。我们就是想提高效率，您咋就上升到质疑专业能力的高度了呢？我感到血液在血管里加速流动，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，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因为这就是在质疑。我站了起来，声音比刚才大了些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我们团队设计的系统，客户满意度95%以上，系统稳定性99%，平均响应时间0.1秒以内。这样的成绩还不能证明我们的专业能力吗？我每个数字都说得清清楚楚，铿锵有力。这些数据就是我的底气，是我多年努力的成果。成绩是不错，但速度太慢了。李副总也站了起来，试图用身高优势压制我。人家3个月能做完的项目，你们得6个月。在商业竞争中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质量和速度得平衡。要是只追求速度，最后出了问题，损失的可是公司的声誉。但要是过分追求质量，错失市场机会，损失的可是公司的未来。2个人就这么面对面站着，剑拔弩张。我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敌意，还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昂贵古龙水的味道。张总显然被这气氛吓到了，赶紧站起来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都冷静冷静，咱们是在商量工作，不是在吵架。他走到我们中间，伸出双手做了个下压的手势。小鹏，这个项目确实特殊，客户要求严，还有明确的时间节点，我们也是为了保险起见。张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项目由你和李副总联合负责，技术部分你负责把关，项目管理由他来协调。我看了李副总一眼，他正用一种胜利者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种眼神我见过，就像猫看着被逼到墙角的老鼠，充满了得意和挑衅。我可以负责技术部分，但有个前提。我重新坐下，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。所有的技术决策必须由我来做，
任何人都不能干预技术实现细节。李副总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刚才的得意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彭总监，您这是啥意思？不信任我们的专业判断吗？不是不信任，是职责分工的明确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就像您不会让我去做市场推广一样，您也别干预技术决策。可项目管理本身就包括对技术进度的把控啊。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。要是我连技术进度都不能过问，那我管啥？把控进度可以，但不能改变技术方案，这是两码事。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。张总坐在中间，一脸为难。外面的雪还在下，窗玻璃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。最终，张总做了个看似折中的决定。这样吧，具体的合作方式你们回去再商量。总之，这个项目必须按时完成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公司的声誉就靠这一仗了。从张总办公室出来，李副总追上了我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在回响。彭总监，我觉得咱们得好好谈谈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和刚才在办公室里的咄咄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种突然的转变让我更加警觉。谈啥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他，谈咋合作？毕竟咱们现在是合作伙伴了。他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，可那笑容根本没到眼睛里。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人，45岁，中等身材，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表面上看着挺专业，挺有商务人士的风范。但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别的东西，野心、算计，还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。李副总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您到底想要啥？我想要这个项目成功。他回答得很快，可这个答案太标准了，标准的让人怀疑。仅此而已。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脸上的表情变得真实了一些。当然不是。这种突然的坦诚反而让我感到意外，至少在这一刻，他摘下了虚伪的面具。我想要证明，这家公司不是只有您一个人懂技术，那您就证明给我看吧。我平静地说，但有一点我得提醒您，技术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，是要用实力说话的。放心，我会让您看到啥叫高效率。他的眼中重新燃起了斗志。我会让您明白，有时候经验是负担，不是财富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和李副总的明争暗斗就全面升级了。他从外面找来了一个5人的技术团队，据说都是海归精英，领头的是一个叫涛子的年轻人，29岁，留着精心打理的发型，穿着休闲但昂贵的衣服，刚从硅谷某知名公司回国。彭总监，很高兴认识您，我是涛子，之前在谷歌工作过3年。他主动伸出手，笑容灿烂又自信，那种自信是年轻人特有的，带着一丝傲气和不可一世。你好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。我握了握他的手，他的手掌很软，一看就不是长期做技术工作的人。谢谢。我听李副总说，这个项目的技术难度很高，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就像一个准备证明自己的新手。确实不简单，涉及到大数据处理、人工智能算法，还有复杂的用户交互设计。涛子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，虽然他试图掩饰，但我还是捕捉到了，这些在硅谷都是很常见的技术。我相信我们团队能够快速解决，是吗？我保持着礼貌的笑容。那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，但是合作从一开始就不顺利。涛子他们提出的技术方案，在我看来漏洞百出。那是一个周4的上午，
阳光很好，会议室里亮堂堂的。我们围着会议桌坐成一圈，涛子正在用投影仪展示他们的设计方案。涛子，你们这个数据库设计有问题。我打断了他的讲解，指着屏幕上的架构图。高并发情况下肯定会出现性能瓶颈。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转过身看着我。我能看出他有点不悦，但还是努力保持着职业化的表情。彭总监，这是我们在谷歌使用过的成熟方案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。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际验证，谷歌的业务场景和我们不一样。我站起身，走到投影屏幕前。我们的数据结构更复杂，查询逻辑也更多样化。你们这个设计在理论上可行，但实际运行中会遇到很多问题。那你有更好的建议吗？他的声音变得冷淡起来。当然有，我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设计方案。这套架构我已经在上个项目中验证过了，性能比你们的方案至少提升30%。涛子接过我的设计图，很认真地看了几分钟。我注意到他的表情在慢慢变化，从最初的不屑到后来的认真，再到最后的惊讶。这个设计确实很巧妙。他终于抬起头，但是实现起来会很复杂，需要大量的开发时间。复杂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能不能解决实际需求。但我们的时间很紧，没有时间去实现这么复杂的方案。他的语气变得急躁起来。客户要的是能用的产品，不是完美的艺术品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。涛子他们一味地追求开发速度，而我更关注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哲学。李副总当然是站在涛子这边的。彭总监，我觉得涛子的方案更实用。他的声音从会议室门口传来，显然他一直在外面偷听。我们现在不是在做学术研究，而是在做商业项目。他走进会议室，坐在涛子旁边，两个人形成了某种默契的联盟。商业项目更应该保证质量。我看着他们两个，要是系统上线后出现问题，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，还有客户的信任。您的担心我理解，但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方案快速上线，然后再逐步优化。李副总摆出一副很有道理的样子。这叫做敏捷开发，是现在最流行的开发模式。这叫敏捷开发。我冷笑了一声，这叫急功近利。真正的敏捷开发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，不是为了快而快。矛盾越来越尖锐，团队内部也开始分化。我原来的团队成员大多支持我的方案，他们跟了我多年，知道我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。而涛子带来的人当然听他的，他们相信所谓的国际先进经验。两个小团体在同一个项目里，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。这种分裂是致命的，它不仅影响了开发效率，更破坏了团队的凝聚力。最糟糕的是，李副总开始在张总面前告我的状。这些消息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耳朵里的，有时候是小玉无意中听到的，有时候是其他部门的同事善意的提醒。张总，彭总监太固执了，他坚持要用他的技术方案，完全不考虑项目进度。小彭是怎么说的？他说我们的方案有问题，但问题在哪里，他也说不清楚。我看就是放不下身段，不愿意承认外来的和尚会念经。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，让我既愤怒又无奈。李副总很会说话，他总是能够把问题包装得很合理，把我塑造成一个顽固不化、不思进取的技术官僚。1个月过去了，项目进展缓慢，2套方案并行开发，不仅没有提高效率，
反而造成了资源浪费。更糟糕的是，团队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，大家都选边站队，原本和谐的工作氛围被彻底破坏了。张总终于坐不住了。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，张总召集所有相关人员开会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张总的声音很严肃，你们必须统一方案，否则项目肯定会延期。客户那边已经开始催促了。李副总抢先发话：张总，我建议采用涛子的方案，毕竟他们有国际先进经验，而且开发速度更快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彭总监，你的意见呢？张总看向我，我深深地看了张总一眼，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这个人曾经那么信任我，那么依赖我，但现在他的眼神中多了犹豫和疑虑。张总，您还记得3年前您对我说过啥吗？啥？他的表情有些疑惑。您说，只要我能把公司的技术水平提上去，薪资待遇绝对不会亏待我。张总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，他显然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。我当然记得。那么现在，我想问您一句话，您觉得我这3年来有没有把公司的技术水平提上去？这个问题让会议室里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知道答案，包括张总自己。在我的带领下，公司的技术实力确实有了质的飞跃。当然有，这个我从来没有否认过。张总的声音有些无力。既然如此，为啥您现在要用外来的人替代我的工作？这句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在会议室里炸响。李副总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涛子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张总看起来很为难，他在这种公开场合被质疑，显然感到很不舒服。但他也知道我的话有道理，所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最终，张总做了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2周时间。他看着我和涛子，彭总监用你的方案做一个演示，涛子也用你们的方案做一个演示。我们找客户来测试，哪个方案效果好就用哪个，这样公平公正。2周时间眨眼就没了。这14天里，我几乎把家当成了临时落脚点，每天在公司熬到深夜，就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演示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技术展示，而是决定我职业生涯走向的关键一战。团队成员们也都很拼，小玉每天主动加班，帮我整理文档、测试功能。程序员小张更夸张，直接在公司睡了1周，就为了优化那几行关键代码。彭总，您都3天没怎么合眼了。小玉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轻轻放在我面前。咖啡杯冒出的白色蒸汽，带着浓郁的香味。可我咖啡喝太多了，胃里直犯恶心。没事，等演示做完就好了。我揉了揉疲惫的眼睛，眼镜片都有点模糊了。咱们的方案肯定能赢。那要是，我是说，万一……他声音很小，满是担忧。没有万一，我直接打断他，语气比自己预想的还坚决。我对咱们的技术有信心，这么多年可不是白干的。其实，我心里清楚这场较量的真正分量，这可不只是2个技术方案的比拼，更是权力斗争的缩影。要是输了，我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个项目，而是在公司的立足之地。涛子那边也没闲着，也在紧锣密鼓的开发。透过玻璃隔断，我能看到他们的工作状态。涛子穿着休闲 T 恤，在白板前比划着，其他人围在电脑前敲键盘。他们确实有点实力，虽然我不认同他们的技术路线，
但不得不承认，他们开发速度挺快。有时候深夜路过他们工作区，能听到键盘敲击声和低声讨论，那紧张的工作氛围让我想起自己刚进公司时的样子。演示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周三下午，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洒进会议室，在会议桌上留下明亮的光斑。可我的心情和这明媚的阳光完全不搭。张总、李副总还有客户公司的技术总监都来了。客户技术总监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头发花白，戴着金边眼镜，看着很严肃专业。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，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，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，就连平时爱说话的销售经理都安静地坐在角落里。各位，今天咱们看2个技术方案的演示。张总开场，声音有点疲惫，希望大家客观公正评判，这关系到公司未来发展方向。按安排，涛子先演示，他挺有演讲天赋，声音洪亮，手势优雅，像个专业推销员。他的演示确实不错，界面炫酷，动画流畅，功能也基本齐全。这个系统用了最新的微服务架构。涛子指着大屏幕，声音充满自信，响应速度超快，用户体验也很好。我们还用了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用户界面。我能看出一些技术问题，但对不懂行的人来说，这演示足够震撼。客户技术总监不时点头，偶尔问几个问题，涛子都回答得很顺溜，很棒的工作。客户技术总监频频点头，这系统界面很现代化，操作也直观。李副总在一旁得意地笑着，还不时看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挑衅，就像个即将获胜的赌徒，兴奋中带着一丝狡黠。轮到我演示了，说实话，我的演示在视觉效果上确实比不上涛子的。我们把更多精力放在底层架构优化上，而不是表面华丽。我的界面很朴素，甚至有点古板。但当我开始展示系统核心功能时，情况变了。各位请看，咱们的系统能同时处理10万个并发请求。我一边操作一边讲解。现在我模拟高并发场景，大家注意响应时间。屏幕上数字不断跳动，但一直保持在很低水平，响应时间始终在100毫秒以下。就算极限负载，也不会超过150毫秒。客户技术总监眼睛突然亮了，身体前倾，很感兴趣。这性能指标很厉害啊，涛子，你们系统能达到这水平吗？涛子脸色有点难看，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我们系统也可以，只是还没做压力测试，但理论上没问题。”理论和实际可不一样。客户技术总监摇摇头，我们公司用户量大，系统性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。我接着演示，还有咱们的数据安全性设计，用了多重加密和分布式存储，就算遭受网络攻击，也不会数据丢失，这很重要。客户技术总监立刻来了兴趣。我们公司对数据安全要求很高，去年还遭过一次网络攻击，损失很大。涛子，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吗？涛子脸上开始冒汗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们可以在后期添加安全模块，现在主要专注核心功能实现，后期添加。”客户技术总监皱了皱眉头。安全性应该一开始就考虑进去，不是后加的功能。演示结束后，会议室里陷入短暂沉默。客户技术总监推了推眼镜，好像在仔细思考。其他人都屏住呼吸，等他评判。说实话，2个方案都有优点。他声音很平静，
涛子的方案在用户体验方面做得不错，界面很现代化。但是他停顿了一下，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但是彭总监的方案在系统性能和安全性方面更有保障。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级应用来说，稳定性比华丽界面更重要。他转向张总，我更倾向彭总监的方案。虽然开发时间可能长点，但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更有保障。毕竟我们要长期用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阵巨大的释然。多年的技术积累，终于在最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我看到李副总脸色变得铁青，涛子也低下了头。可我的胜利没持续多久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副总就去找张总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在张总办公室谈了很久。张总，我觉得昨天演示有问题。李副总的声音透过办公室门传出来。什么问题？张总听起来有点疲惫。彭总监明显有备而来，他肯定提前知道客户具体要求，才能针对性设计方案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了解客户需求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但他没给涛子同样信息。李副总声音变得激动，这对涛子团队不公平，我们应该给涛子一个机会，让他们重新设计方案。张总沉默好久，然后说：“你是说彭总监故意隐瞒信息？我不是这意思，但是我觉得这次比较条件不对等。涛子他们刚来公司，对客户了解肯定不如彭总监深入。”李副总这话让我很愤怒。我辛辛苦苦准备这么久，用多年技术积累和对客户需求的深入理解，设计出优秀方案。现在他居然说我作弊，我直接去找张总。张总，我听说李副总对昨天演示有意见。我推门进入他办公室，语气很直接：“小彭，你别生气。”张总看起来很疲惫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他也是为了项目好，为了项目好。我声音提高了几度，他分明就是输不起。技术比拼本来就应该凭实力说话，现在输了就说规则不公平。你们别吵了。张总摆摆手，显得很疲惫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这个项目就用你的方案，客户都认可了，还有什么好争论的？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李副总显然不甘心。他开始在公司里散布各种流言蜚语，想损害我的声誉。彭总监太独断专行了，完全不听别人意见。涛子他们技术其实很先进，只是没得到公平机会。公司这样下去不行，技术部需要新鲜血液。彭总监思维太保守了，跟不上时代发展。这些话通过各种渠道传播，就像病毒一样在公司里蔓延。有些人开始怀疑我的能力，有些人开始同情涛子他们。最先叛变的是小周，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架构师。彭总，我想申请调到李副总部门。那天下午，小周站在我办公桌前，低着头，不敢看我眼睛。他是个内向的年轻人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技术能力很强。我对他寄予厚望，甚至考虑让他做我的接班人。为什么？在技术部工作不开心吗？我放下手中文件，看着他，不是不开心，而是我觉得我需要更多成长机会。他声音很小，充满内疚。在我这里你得不到成长机会。我心里涌起一阵失望。小周抬起头，眼中有一丝挣扎。彭总，您技术确实厉害，但是您思维有点保守。我想尝试一些新东西，学习一些新理念。新东西？我冷笑一声。你是指涛子他们那套华而不实的技术吗？彭总，您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小周声音突然变大，
人家好歹也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见识肯定比我们广，而且他们的开发理念确实很先进。那一刻，我感到深深的失望，不是因为小周要离开，而是因为他对我的不信任，对我多年来培养他的否定。好吧，我批准你的调动申请，我重新拿起文件，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能学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小周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心情很复杂。紧接着又有2个核心成员提出调动申请，我的技术团队开始分崩离析，就像一栋被掏空了地基的大楼，随时可能倒塌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李副总开始在各种场合挑战我的权威。在一次全公司的技术分享会上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质疑我的技术路线。那是周五下午，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几乎公司所有技术人员都来了。我正在台上介绍我们最新的技术成果，李副总突然站起来，打断我的讲话。彭总监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他声音很大，整个会议室都能听到。您一直坚持用传统的开发模式，但是现在互联网行业都在推崇敏捷开发，您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一下？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我们2个。这种公开的挑战前所未有，大家都感到了紧张的气氛。李副总，请问您对敏捷开发有多少了解？我保持冷静，但内心已经怒火中烧。我虽然不是技术出身，但是我知道敏捷开发强调快速迭代、快速试错。他声音很自信，这比您那种一次性开发完美系统的方式更适合现在的市场环境。敏捷开发不是快操猛，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如果为了快而忽略质量，那就不是敏捷，而是盲目。可是市场不会等我们。他摊开双手，做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。客户要的是能用的产品，不是完美的艺术品。我们不能因为追求完美而错失商机。这样的争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我开始感到疲惫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理上的。每天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挑战，就算是铁人也会累。1个月后，张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外面正下着小雨，天色灰蒙蒙的。张总办公室里开着暖气，但我却感到一阵寒意。小鹏，我们谈谈。张总坐在办公桌后面，表情很严肃。张总，您说。我坐在他对面，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。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太好。他声音很平静，但我能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。状态？什么状态？工作状态。你看起来很疲惫，而且脾气也变得急躁了。他停顿了一下。有些同事反映，你最近不太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张总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您觉得我这5年来为公司做的贡献大不大？当然大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他回答得很快，但缺乏以前的热情。那您为什么要让李副总来分我的权？这个问题让办公室里陷入沉默。张总看起来很为难，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敲着，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。小鹏，公司发展需要新的思路。他最终开口了，我不是要取代你，而是希望你能接受一些新的理念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团队合作才能走得更远。新的理念还是新的人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张总，句实话，您是不是已经不信任我了？张总的表情变得更加复杂，他显然没想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。你不要想太多，李副总他有他的优势，你有你的专长，你们应该互相学习，
而不是互相排斥。张总，恕我直言，我和他没有互相学习的基础。我声音变得很平静。他想要的是控制权，而我想要的是把技术做好，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现在终于有机会说出来。我想要您明确一点，技术部的事情谁说了算？张总又沉默好久，外面的雨声清晰可闻。最后他说：小鹏，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们都要学会妥协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张总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而我不在他的选择范围内。这个曾经那么信任我、依赖我的人，现在已经被别人说服了。从张总办公室出来，我在走廊里遇到了李副总。彭总监，谈得怎么样？他笑眯眯地问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表情。我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和他发生任何冲突，因为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在家里想了很久。妻子见我心情不好，轻声问我怎么了，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。她坐在我身边，温暖的手轻抚着我的肩膀。结婚10年了，她总是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。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。我不想让她担心，那就休息几天吧。工作再重要，也不能不要身体。她声音很温柔，像春天的微风。我看着她，突然问：如果有一天我不在那家公司干了，你会支持我吗？妻子愣了一下，然后很认真地看着我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就是假设。当然支持你，她毫不犹豫地说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我们还有存款，还有这个家，什么都不怕。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脑海中反复回放着这5年来的点点滴滴，从最初的雄心壮志，到后来的成就辉煌，再到现在的四面楚歌。人生真的是变化无常。第二天到公司，我发现我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通知，技术部组织架构调整。通知上写着，为了提高技术部的工作效率，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成立技术委员会，由李副总任主任，彭总监任副主任，涛子任技术顾问。看到这张通知的那一刻，我笑了，不是开心的笑，而是一种看透一切后的苦笑。原来这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，明升暗降，用一个委员会的形式架空我的权利。我撕下那张通知，走进办公室，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久未联系的号码。喂，是鹏鹏吗？好久不联系了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是我的老同学李总，现在在另一家科技公司做总经理。是我，李总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你说。上次您说要挖我去你们公司的事情，还算数吗？电话那头沉默几秒钟，然后传来惊喜的声音：当然算数。怎么，你想跳槽了？正在考虑。太好了，我们一直都很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，我们谈谈具体条件吧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看着窗外的夕阳，心情突然变得轻松了很多。夕阳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了金黄色，很美，很温暖。有些时候，选择离开，可能是最好的解脱。3天后，公司举行年终总结大会。当人事部把那个印着我名字的信封递到我手上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还没看过我的年终奖。我颤抖着手撕开信封，当我看清楚里面那串数字的瞬间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然后又看了1遍、2遍、3遍，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椅子被推得向后滑了半米，
周围的同事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我拿起那张纸条，走到窗边，对着阳光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清晰可见，没有任何模糊或错误的地方。然后我突然笑了，先是轻笑，接着大笑，最后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一边笑一边喃喃自语：有趣，真是太有趣了。我重新坐回椅子上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3个月前就存好的号码。李总，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的事情吗？现在我有答案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张总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。小鹏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当那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瞬间，我看到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因为就在刚刚，我通过内线电话把年终奖从原本承诺的760万直接告知他只拿到了76块这个惊喜消息。当然，这消息是我故意让他不小心听到的。张总，您来得正好。我正想跟您说说年终奖的事儿呢。我故意拖长了语调，眼神里满是戏谑。张总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试图掩饰内心的慌乱。小鹏啊，年终奖的事儿，咱们不是之前都谈好了吗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轻轻一笑，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年终奖发放明细，放在桌上，缓缓推到他面前。张总，您自己看看吧，这上面的数字跟您之前承诺的可差得有点远啊。张总的手微微颤抖，他拿起那份明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怎么可能？76块，这肯定是搞错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故作无奈地说：张总，我可是跟财务确认了好几遍，他们说这就是按照您的指示发放的。您说这年终奖是公司对员工1年辛勤付出的肯定，可这76块能肯定什么？肯定我们1年的辛苦就值1顿快餐钱吗？张总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他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嘴唇也微微颤抖着。小鹏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事儿我肯定给你个交代。我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。交代，张总，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交代能弥补我这1年的付出？您知道吗？为了这个项目，我连续加班了3个月，每天只睡4、5个小时，连孩子生病我都没时间陪他去医院。可现在呢，您就用这76块来打发我。张总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，试图安抚我。小鹏，我知道你辛苦，可公司现在情况你也知道，资金有点紧张，这年终奖的事儿，咱们能不能先缓缓，等公司情况好转了，我一定给你补上。我转过身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张总，我不是3岁小孩，这种空头支票我已经听够了。我来公司这么多年，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可您呢，一次次地欺骗我，一次次地让我失望。这次我不会再忍了。张总的脸色变得铁青，他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坚决。小鹏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说：张总，我决定跳槽了。这个项目我已经做到了尾声，接下来的收尾工作我会交接给其他同事。不过我得提醒您一句，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努力和付出。现在我走了，您可得好好想想，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开展。张总的眼睛瞪得老大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要跳槽？
小鹏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你离开了公司，可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。我笑了笑，眼神里满是自信。张总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收到了几家大公司的 offer， 待遇都比这里好得多，而且我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能闯出一片天地。张总的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，他似乎有些站不稳了。他扶着桌子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小鹏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太重要了，你现在走了，项目怎么办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故作遗憾地说：“张总，这可不是我狠心，是您先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这个项目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接下来的路您得自己走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回到办公桌前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张总站在一旁，呆呆地看着我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了，几个同事走了进来，他们看到我在收拾东西，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小鹏，你这是？一个同事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他们，淡淡地说：“我要跳槽了，这个公司已经不值得我再留下了。”同事们面面相觑，然后纷纷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道：“为什么啊？小鹏，你在这里干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跳槽呢？”我叹了口气，把年终奖的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。同事们听后都露出了愤怒的表情，这太过分了，76块，这简直就是侮辱人。就是啊，小鹏，你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？小鹏，你别走，我们一起找张总理论去。我摇了摇头，制止了他们。算了，兄弟们，跟这种人理论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离开这个公司，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。你们也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吧，别在这里浪费青春了。同事们听了我的话，都沉默了，他们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复杂。就在这时，张总突然大声说道：“小鹏，你不能走，这个项目离不开你，你要是走了，公司就完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看着他说：“张总，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，我已经给了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有珍惜。这个项目我已经交接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的工作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”说完，我拎起包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。同事们纷纷跟了出来，他们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不舍。“小鹏，你真的要走吗？”一个同事问道。我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是啊，兄弟们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希望你们以后都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同事们纷纷跟我拥抱告别，然后目送我离开了公司。我走出公司大楼，望着天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虽然心里有些不舍，但更多的是解脱和期待。我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。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的跳槽决定竟然在公司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第二天，我刚到新公司报道，就接到了前同事的电话：“小鹏，你走了之后，公司可乱套了。张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找你，可你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他根本找不到你。”我笑了笑，他找我干什么？难道还想用那76块来挽留我？同事叹了口气：“小鹏，你别说笑了，张总现在后悔得要死。他说他没想到你会真的跳槽，更没想到这个项目离开你之后根本无法进行下去。现在项目暂停了，客户也在催着交货，张总都快急疯了。”我听了同事的话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淡淡地说：“这是他自找的，他当初那么对我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”同事又说：“
小鹏，你知道吗？张总现在到处跟人说，你是公司的顶梁柱，没有你，公司就运转不下去了。他还说，愿意给你双倍的年终奖，只要你肯回来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我已经在新公司入职了，不可能再回去了。而且，就算他给我10倍的年终奖，我也不会回去。那种被欺骗、被侮辱的感觉，我再也不想体验了。同事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小鹏，你说的对，那种公司确实不值得你再回去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些担心你。新公司怎么样？适应吗？”我笑了笑，放心吧，兄弟，新公司很好，同事们都很友好，领导也很重视我。我相信，在这里，我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同事听了我的话，也笑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小鹏，祝你在新公司前程似锦，步步高升。我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，兄弟，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虽然我对前公司的遭遇没有一丝同情，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跳槽决定确实给前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打击。不过这又能怪谁呢？只能怪张总自己太短视、太自私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不断接到前同事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，前公司的状况越来越糟。小鹏，你知道吗？张总现在每天都愁眉苦脸的，头发都白了一大片。他说他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对待你，现在想弥补都来不及了。小鹏，项目已经暂停了1个星期了，客户已经发来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再不交货，就要起诉我们公司。张总现在急得都快疯了，他四处找人帮忙，可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。小鹏，公司里的员工都人心惶惶的，大家都担心公司会倒闭，有些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。我也打算最近就辞职。我听着同事们的诉说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知道这是前公司必须承受的后果，他们当初那么对我，现在就应该承受这种报应。然而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。那天我正在新公司开会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。小鹏，是我，张总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给我打电话。我冷冷地说：“张总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张总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小鹏，我想跟你见个面，聊聊项目的事情。我皱了皱眉。张总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聊的了，项目我已经交接清楚了，接下来的工作你应该自己处理。张总急切地说：“小鹏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太重要了，如果交不了货，公司就完了。我愿意给你任何条件，只要你肯回来帮忙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张总，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当初你那么对我，现在想用钱来挽回我，你觉得我是那种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原则的人吗？”张总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小鹏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这个项目只有你能搞定，如果你不回来，公司就真的完了。我求求你，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再帮我一次吧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说：“张总，情分？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情分吗？你当初那么对我，可曾想过情分这2个字？现在公司要完了，你才想起我来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”
张总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。小鹏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求求你，再帮我一次吧，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无论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摇了摇头，张总，你的这个人情我承受不起，我已经在新公司入职了，不可能再回去了，而且就算我回去了，也无法改变什么。这个项目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，它需要整个团队的配合和努力，而你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团队。张总听了我的话，绝望地哭了起来。小鹏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公司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不能看着它就这么完了。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叹了口气，张总，这不是狠心不狠心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当初那么对我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好了，我要开会了，就这样吧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继续开会。然而我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，也不知道前公司接下来会面临怎样的命运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努力让自己忘记前公司的事情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工作中。然而前同事的电话却像噩梦一样，不断地纠缠着我。小鹏，你知道吗？张总现在每天都在公司里守着，等着你回来。他说他宁愿公司倒闭，也不愿意失去你。小鹏，项目已经彻底黄了，客户已经起诉了我们公司，张总现在面临着巨额的赔偿，公司也即将破产。小鹏，公司里的员工都已经走光了，只剩下张总一个人在那里守着空壳子。他说他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对待你，现在想弥补都来不及了。我听着同事们的诉说，心里没有一丝同情。我知道这是前公司必须承受的后果，他们当初那么对我，现在就应该承受这种报应。然而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彻底结束的时候，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让我彻底震惊了。那天我正在新公司加班，突然接到了一个警方的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彭先生吗？我愣了一下。是的，我是。请问你是哪位？警方说，彭先生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我们这里有一起案件，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我皱了皱眉。案件？什么案件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警方说，彭先生，你之前所在的公司，张总因为公司破产，欠下了巨额债务，无法偿还，他一时想不开，选择了跳楼自杀。我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你的联系方式，所以想请你配合调查，了解一些情况。我听了警方的话，仿佛被雷击中了一般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久久无法回神。我没想到张总竟然会选择自杀，虽然我对他充满了怨恨和愤怒，但我从未想过要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我跟着警方来到了公安局，配合他们做了笔录。警方问我跟张总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对他自杀的看法。我如实回答了他们的问题，并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和遗憾。从公安局出来后，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望着天花板，久久无法平静。我没想到自己的一个跳槽决定，竟然会引发这么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最终导致了张总的自杀。然而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无法改变什么，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份内疚和自责，努力让自己走出这个阴影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努力让自己忘记过去的事情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工作中。然而张总的自杀却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，让我无法释怀。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思考自己是否做得太过分了。虽然张总当初对我不好，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
也有自己的家庭和梦想。我的跳槽决定虽然是为了自己的发展，但却间接导致了他公司的破产和他的自杀。我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中，无法自拔。我知道这份内疚和自责将会伴随我一生，成为我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。而前公司的那些同事们也因为这件事对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。有些人理解我的决定，认为我是被逼无奈；有些人则指责我太过狠心，认为我应该为张总的自杀负责。面对这些指责和议论，我选择了沉默。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解释，都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。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份压力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逐渐从张总自杀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我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，用自己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然而，每当我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张总那绝望的眼神和跳楼的身影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无法入眠。我知道这份内疚和自责将会成为我一生的枷锁，让我永远无法摆脱。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。所以在做出决定之前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不要让自己的一时冲动成为别人一生的噩梦。如今我已经在新公司站稳了脚跟，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员工。然而，每当我回想起那段经历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。我想，这就是人生的复杂和多变吧。有时候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，却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暴，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。而我也学会了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，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因为我知道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，所以我要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，珍惜每一份缘分，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。至于前公司和张总的事情，我已经选择了放下。虽然那份内疚和自责会永远伴随我，但我也明白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我不能一直沉浸在过去的阴影中，我要勇敢地面对未来，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。有趣，我轻声自语道，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这人生还真是充满了意外和变数啊！谁能想到，一个年终奖的变动，竟然会引发这么一系列的故事，最终导致了一个人的自杀和这么多人的命运改变。不过，这就是人生吧，充满了未知和挑战，也充满了机遇和希望。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我都要勇敢地面对，因为我知道，只有经历过风雨，才能见到彩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